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这样一件藏品，看上去是锈迹斑斑，有金色的文字若干，但是一半以上已经辨认不清。这块看上去似乎并不起眼的覆瓦状铁片，实际上呢是一件大有来头的稀世珍宝。正式的名称叫钱镠铁券，又叫钱王铁券，是唐朝末年唐昭宗李晔为了奖赏当时平乱有功的彭城郡王钱镠而特意颁发的一件丹书铁券。铁券的文字内容中明确写明，对钱镠本人可免9死，对其子孙可免3次死罪，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其后1000年的时间里，均由钱氏后裔收藏保管，曾有过7入天子之庭，1藏深山，3沉深水的过往。宋朝时期，太宗、仁宗、神宗都曾专门让钱家的后人将铁券送入京师观赏一番之后，又送还钱家。明朝的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也想给众多的功臣们赏赐丹书铁券，于是命当时的钱氏后裔将钱王铁券送到南京作为参考。朱元璋和当时的宰相李善长在观赏一番之后，专门做了模子，又将铁券送还给了钱家。49年以后，钱氏的族人将钱王铁券上交，被收藏在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这是慢聊五代十国的第17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丹书铁券又叫丹书铁器，最早出现在汉代，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呢，专门发了一批给当时的功臣们。因为上面的文字是用朱砂来涂写，所以得名为丹书铁券。到了隋代以后，渐渐演变成了用金色来涂写，所以又叫金书铁券。民间甚至称之为免死金牌。那么说，如果真有人犯了事儿了，这块铁牌子到底管不管用呢？能起到免死的作用实际上少之又少，还是老钱家的事儿。明太祖朱元璋洪武24年，一个名叫钱用勤的官员因为任内税粮短缺，要被抄家问责。他的儿子钱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么一个想法，带着唐昭宗当年赏赐的金书铁券来到了南京，请求面见朱元璋。朱元璋还真就接见了他，不光是接见，还因为这块金书铁券赦免了他父亲钱用勤，放还了已经伐没的田宅家产。朱元璋赦免钱氏后裔，有宣示正统的意味，更多的是感念钱氏先祖。那么究竟钱家做过哪些好事儿，才能以唐朝的免死金牌救下了在明朝犯事的官员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有关第1代吴越王钱镠的故事。钱镠字巨美，杭州临安人。出生的时候因为相貌奇丑，他的父亲认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抱起来想要扔进井里。这孩子的奶奶及时的赶到，把这婴儿留了下来，由此钱镠得了一个小名叫婆镠。这口井呢，后来也被称为婆镠井。从16岁开始，为了养家糊口，钱镠开始贩起了私盐，从杭州、越州等地的盐场贩得私盐，再翻山越岭到宣州、歙州等地换取粮食。一肩长担能挑200多斤，绕开官道，白天睡觉，晚上赶路。在今天的杭州临安，现在还有一个叫钱王铺的地方，据说钱镠贩私盐的时候就曾在那里歇脚。有关贩私盐，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们多有介绍，这是一项十分锻炼人的职业。钱镠在这个环境中练就了过人的体魄和胆识。那么由于业务需要，17岁开始，钱镠开始习武，弓箭和长槊尤其拿手。到了21岁的时候，钱镠在石敬镇投军，当了义兵。石敬的镇将董昌看到钱镠魁梧壮硕，当场在100多步以外摆下4个葫芦，考验钱镠的武艺。这钱镠也不含糊，刷刷连射4箭，除了1箭擦边以外，
另外3件全都让这个葫芦开了花。那么董昌见后是不由大喜，因为他自己也本事不大，正缺一个能替他打头阵的将领，当下就保举钱镠为偏将。唐朝末年的江浙地面武备空虚，由于兵灾不断，波及东南，为了保境安民，当地民间陆续组建起了一些私人武装，在杭州一共有8支这样的部队，号称杭州八都。董昌、钱镠所管辖的石敬都就是其中之一。说这一年赶上黄巢之乱，有一支2000多人的黄巢偏师进入到杭州范围。钱镠对董昌说：黄巢之众翻山越岭，旗鼓首尾不相呼应，石敬都兵少，总共才300多人，只宜用伏兵袭击，或许可以抵挡一阵。董昌的本意是不想趟这趟浑水的，于是呢，只拨给钱镠20名骑兵，让他姑且试一试。钱镠领着这20人来到了山谷前，提前埋伏下来，打老远看见一伙义兵走过来，格外狭窄崎岖的山路把这支义兵拉成了一条长长的细线。再走得近一些，看准为首的一员小将，钱镠弯弓搭箭，一箭射过去，那小将应弦而毙。2000多义军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再看到这里有伏兵，也就不敢轻举妄动，暂时撤兵而去。以20人智退2000，你说是巧合吧？还就白纸黑字的写在不同的史书当中。那么以黄巢大军所过之处扫荡无余的惯例，他们会这样轻易的善罢甘休吗？显然当时的钱镠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钱镠看敌兵稍退，于是对众人说这个办法我们只能用一次，等他们大部队赶到以后，我们众寡莫敌，只能虚张声势再吓他们一下了。于是呢，钱镠领着众人来到了一处名叫800里的地方。路上遇到一个老妇人，钱镠就告诉他说，如果后面有兵来问你的话，你就告诉他们临安兵屯800里。过不多时，黄巢的部队果然追来。向那位老妇人打听情况，老妇人按照钱镠交代的回答说，临安兵屯800里了。这会儿追兵们一合计说，山间那几十人就已经那么厉害了，这要是足800里的兵力，那还得了。于是呢，就放过杭州，转向别处进发。杭州因此躲过了一次兵灾，钱镠和董昌也因此一举成名。后来驻扎在扬州的高骈听说了钱镠兵屯800里智退敌军，特意把董昌和钱镠召来，想要让他们呢留在自己身边，留为己用。钱镠呢借以捍卫乡里为辞，婉拒了高骈的好意。唐末5代时期的两浙14州，并不完全指现在的浙东浙西，而是还包括江苏长江以南的一部分。唐朝初年设立了江南道，管辖有51个州，后来呢分为了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再后来江南东道又分成了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浙江东道管辖有粤、闽、婺、衢、睦、温、楚、台等州，浙江西道管辖润、长、杭、湖、秀等州，两浙共计14个州。黄巢兵犯长安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汉宏的大军阀占据了浙东。这家伙早年是山东兖州一个地痞无赖，机缘巧合当上了兖州一个小吏。讨伐王先知的时候呢，投降了反贼，被官军围剿，又投降了官军。朝廷让他留守扬州，他把扬州劫掠一番，烧城而去。面对这么一个反复横跳的货，唐廷根本无暇顾及，只能封他一个浙东观察使，希望他能消停点，不要再折腾了。可是人的欲望总是水涨船高，刘汉宏又偏偏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于是在中和2年8月，刘汉宏发兵2万，从越州进驻到西陵，准备攻打杭州。当时的杭州刺史董昌将战时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了钱镠。钱镠率领杭州八都，在一个凌晨，趁着夜色和雾气的掩护，渡过浙江，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大破浙东军。仅仅过去了2个月
本着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精神，刘汉宏再次派大军进驻到西陵，钱镠也第二次领兵渡过浙江袭击，浙东军又一次大败，被俘斩万余人。到了中和3年的3月，刘汉宏亲率大军在萧山西边扎下3座大营，钱镠呢率领八都军从富春出兵，将刘汉宏3座大营接连攻破，浙东军第3次全线溃败。这刘汉宏啊，他应该是白羊座的性格，被同一块石头绊倒，宁可磕到头破血流，也绝不绕行。中和3年的10月，刘汉宏倾尽浙东的全部兵力，好像复读机一样，第4次进至西陵的旧营地。钱镠再次领兵渡江，迎头痛击。即便刘汉宏亲自迎战，也不可避免的再遭空前大败。全军溃散之际，刘汉宏趴在乱尸当中，脱掉将军的盔甲，换上一身厨师的衣服，拿着一把菜刀。被杭州兵截住以后呢，刘汉宏就高喊：别杀俺，别杀俺，俺就是个伙夫。刘汉宏成功骗过了杭州兵，侥幸逃回了岳州。即便遭遇了接连4次大败，刘汉宏仍不甘心，他像极了急着翻本的赌徒，不惜花费重金打造战舰，想要水陆并进，图谋浙西。3年以后，钱镠对董昌说刘汉宏啊，不会死心，除恶务尽，我愿带领全部兵力前去讨伐。董昌对刘汉宏的岳州早已是垂涎3尺。杭州城啊，初建于隋朝，在当时规模很小，而且呢，常常遭受来自江海的水患，远不如岳州，原本就是会稽古城，底子好，规模又大。听到钱镠要去岳州攻打刘汉宏，董昌当即表示同意，并激励钱镠说：你要能打下岳州，我就把杭州让给你。钱镠随后呢，部署兵力，亲自担任主攻，即日誓师进军，经诸暨过平水，又绕了一个大圈，来到曹娥带，击败浙东水师将领韩公民，尽毁浙东水师战船。1个月以后，钱镠成功攻克了岳州，刘汉宏甚至连老娘和妻子都没来得及带，领着残余的600多亲随就慌忙跑到了台州。结果台州刺史杜雄看刘汉宏屡屡战败，早已经秘密倒戈。刘汉宏一到台州，就被杜雄以犒军为名灌醉绑好，送到了杭州。刘汉宏的一家老小最后被处决于杭州的闹市街头。钱镠顺利当上杭州刺史以后，江淮地区经历了孙儒之乱，杨行密趁势崛起，钱镠、杨行密2人合伙消灭了孙儒。原本跟随孙儒的兵将们，一部分投降了杨行密，一部分跟从刘建锋和马殷转战湖南，还有一部分呢转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爱其骁勇，将孙儒的余众编成了一支精锐的新军，号为吴永都。那个靠钱镠当上浙东观察使的董昌，在这几年啊，着实比天下大多数藩镇节帅要舒心惬意多了。一连几年，外无强敌入侵，内无汉族兵变，任凭别的地方打的是天昏地暗，在浙东这块一亩三分地儿，风景独好。但是董昌这个人是个典型的昏聩之徒，碰到民事诉讼来告状的，他就让原告被告掷骰子，以输赢来判断是非曲直，甚至杀人者因为赢了而被放走，受冤者因为输了而被处决。以后呢，就越来越残暴，往往对一些罪不至死的直接灭族。日子久了以后啊，董昌周围的一帮人为了拍马屁，竟然劝他称帝。一些道士、巫婆、清客之类的也为此制造了不少谣言，把董昌捧得飘飘然。可是建国称帝是个系统工程，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比如首先得有一个国号。那么有人适时的献鸟兽为祥瑞，对董昌说，原先这一带有传言说出现过一种名叫罗平的神鸟，它长着4只眼睛3条腿，罗平鸟能主宰越人的命运，
大王您啊，应该就是那神鸟的化身。董昌越听越高兴，突然得知自己还是位鸟人，就继位称帝，国号大越罗平。凡是反对他称帝的，就通通杀掉。乾宁2年的2月，唐廷下诏削去董昌的一切官爵，又晋封钱镠为彭城郡王、浙东招讨使，命他出兵去打董昌。但是钱镠对此表现的很是犹豫，他说董昌啊对我有恩，不可突然征伐。于是派人给董昌送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中是怎么写的呢？与其闭门做天子，使九族百姓涂炭，不如开门当个节度使，终身富贵无忧。现在如果后悔，还是来得及的。可是董昌完全不听，钱镠于是亲自带兵3万进驻到越州城下。当董昌登上城楼时，钱镠再次劝说，董昌表面上假意答应，并拿出一大笔钱给钱镠犒赏3军，但是暗地里向淮南的杨行密去求救。杨行密本来和董昌没有什么交情，和钱镠却可以算得上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但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杨行密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了董昌一边。原因无他，董昌啊不过是一个草包，但是钱镠却是一位英雄。杨行密不能做事，这位好邻居从容做大，于是派大将台蒙围攻苏州，让田军安仁义去打杭州，使钱镠腹背受敌。战事僵持了1年多的时间。第2年的春天，钱镠这边眼看越州就快要攻下来了，却传来苏州失守，老将程吉被俘的消息。钱镠和顾全武商量，准备撤兵退回到西陵。顾全武说，对方的根本全在越州，哪能因为丢掉一个姑苏就放弃呢？宁可先攻克越州，再光复苏州。当时恰巧董昌听信了谗言，杀了英勇善战的侄子董贞，军心全面涣散。就这样，钱镠在这一年的5月拿下了越州，董昌被俘带往杭州。在过江之际，他对旁边的人说，我和钱公同起乡里，我还曾是主将，如今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呢？说罢，纵身一跃，投水自尽。还有一种说法，说董昌啊是被钱镠手下的人所杀。鸟国皇帝董昌的一生可谓成也钱镠，败也钱镠，最终充当了这位同乡故旧向高处攀登的垫脚石。钱镠自此基本上控制了两浙之地。乾宁3年，公元896年，钱镠被授予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两浙的军事活动也开始从讨伐开拓阶段转入到了保卫巩固的阶段。五代十国时期有一首专门写给钱镠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满堂花醉3000客，一见霜寒14州。诗写得很是豪迈大气。然而写这首诗的人实际上是位名叫冠休的和尚。冠休和尚画的罗汉很有名，存世极少。现在如果谁家里边能有那么一幅，基本上可以放弃努力了。说着钱镠看到冠休的诗以后，想让冠休将14州改成40州。冠休坚决不改，并说州亦难填，诗亦难改，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也。随后呢，拂袖而去。一见霜寒14州，满含恭维之意。实际上当时的两浙一面临海，三面被敌人围困，局势还是不容乐观的。平定了董昌之后，钱镠在苏州、湖州等地经历了多次边境保卫战，有的呢是外部入侵，有的属于内部叛变，主要的对手就是淮南的杨行密和他的继承者。杨行密本是钱镠未过门的儿女亲家，直到平定田军安仁义之乱的时候，两家子女才正式的通婚，先坠后娶。但是杨钱二人在军政大事上一直是水火不容。
杨行密也曾叫人用绳子把铜钱穿成一串，美其名曰穿钱眼。钱镠听说了以后呢，也叫人每年去修砍杨树的枝头，称为砍杨头。双方的边境冲突持续了30年之久，时而通好，时而交恶。杨行密去世以后的10余年，淮南曾水陆并进，大举进犯。通过2次伊锦军保卫战和1次狼山江水战，钱镠才打出一个淮人遣使通好的局面。从此两浙地区休兵乐业20余年，进入到了安定建设的阶段。当时的杭州啊，因为城建历史较短，其等级和规模远不如越州。为了巩固自己的地盘啊，吴越王钱镠对杭州进行了先后3次大规模的城防建设。第1期工程是铸造夹城，大致在钱镠还是杭州刺史的时候。根据和刘汉宏作战总结出来的经验，钱镠认为杭州的城防应该先解决江防，于是在隋朝杨素所建旧城的基础上，组织督兵和民夫在钱塘江北岸兴筑了一道全长50多里的新夹城。第2期工程啊，是铸造罗城，发生在景福2年。剿灭了孙儒之后，钱镠带领顺利归来的13督兵，就是原来的8都，又征集了民夫20多万，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建成了更加宏伟的罗城。我这里有一份清代乾隆年间绘制的杭州地图，城门的名称与5代十国时期有所不同，但是可以大体看出当时罗城的范围。当时的这座杭州新城，东南临江，西面临湖，因此南北长，东西窄，形似腰鼓。传说杨行密曾带着一个坦监和尚秘密前往探查杭州的城防。坦监和尚看了以后说，这是一座腰鼓城，很不容易攻破。意思是当时的杭州城东西两侧距离近，守城的可以互相呼应。事实摆在面前，杨行密深以为然，从此呢，也就打消了进攻杭州的计划。钱镠的第3期工程是兴筑子城，也就是内城，从公元910年3月开工，一直到924年还在向慈云岭一带去开拓。钱镠和他的子孙不惜民力的行为，引来了百姓们的怨声载道。人们不敢当面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呢，写了个字条贴到了城门上，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罢又开迟。钱镠见了以后呢，却把它改成了没了期，没了期，冬衣脱了又春衣。最后呢，他终于把杭州建成了地上天宫，被称为东南行胜第1州。客观上也为后来的南宋建都杭州打下了基础，使杭州排上了6大古都的行列。城市扩大了，人口就会随之增加。通过北宋时期《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组数据：两浙地区的人口在唐代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顶峰，杭州有86258户，越州有64100户，苏州人口要更多，有109500户。经过了安史之乱、黄巢之乱、5代十国，到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杭州飙升到170457户，越州则降到了56491户，苏州更惨，骤降到35249户。杭州的人口增加有很多的原因，而钱镠巩固了以杭州为核心的统治，是其中不容忽视的关键。人口增多，饮水问题就需要进一步解决。杭州的白井巷，传说原来有井99眼，就是吴越王钱镠开的，因此呢，也叫钱王井。钱镠的第7子袁贯也曾派人引来西湖水入城为池，便利居民汲取饮用。应该说吴越国对于杭州的饮水淡化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对于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除了建设杭州城，钱镠和他的继承者们还因为崇信佛教，前后造了不少的寺庙和佛塔。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灵隐寺、净慈寺等，
也都是吴越国时期兴建或扩建的。钱镠早年的时候，脾气性格很是急躁。还在跟随董昌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儒士来找董昌，可能是对钱镠这个副将有所怠慢，被钱镠一怒之下抓过来，直接扔进了钱塘江。后来当上了节度使，对于文人的不够重视仍然时有发生。有人向他献诗，诗里面有一句一条江水砍钱镠，他把砍钱镠理解成了砍钱镠，以为对方在玩谐音梗含沙射影。不久之后呢，找了个机会就把这人给杀了。这种情况在钱镠接受了后梁吴越国王的封号，吴越建国之后得以改观。钱镠渐渐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开始重视文人，尤其是对罗隐、沈松、皮光业等人的重用，更是体现了钱镠在对待人才方面别具一格的眼光和胆识。这里的皮光业，他的父亲皮日休是在那个时代争议很大的一位人物。黄巢在长安称帝的时候，这个皮日休被封过翰林学士，也就因为这个，皮日休被视为有过严重的历史错误。他的儿子皮光业因为是逆臣之子，自然也就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然而钱镠不管这些，照样大胆地重用皮光业。罗隐字昭建，浙江新城人，在当地很有名，被人们称作罗隐秀才。可是这个人连续考了10次，全部名落孙山。罗隐时常写诗讥讽时弊，虽然诗文很有名，但是得罪了权贵，因此总是考不中。据说这个人长得是奇丑无比。那么丑到什么程度呢？当时的宰相郑田很喜欢他的诗，经常把他的诗卷带回家去。郑宰相有个小女儿，是个文艺女青年，在看了罗隐的诗之后诵读不已。这郑宰相就错误的以为小女儿因为罗隐的诗才产生了爱慕之情，于是想着当一回月老拉一次红线。有一天就把这罗隐带回了家。这女孩在帘子后面偷偷看了一眼之后就没有之后了。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以貌取人的文艺女青年，从此把罗隐的诗丢在一边，再也不诵读了。罗隐此后一直到50多岁郁郁不得志，最后还是辗转回到了杭州。回到杭州的时候这罗隐已经对仕途几近绝望，所以在拿着诗卷求见钱镠的时候有点自暴自弃的把他经过下口写的一首诗放在了卷首。这首诗里面有一句叫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皇祖卖英雄，说的是汉末三国的时候，皇祖被曹操借刀杀人，容不得当时名士祢衡而将他杀了的典故。钱镠看过之后很欣赏罗隐的才气，回了他一张字条，说众宣远托刘荆州，都原乱世，夫子必为鲁司寇，只为故乡。以三国王粲和春秋孔丘的故事表示自己不是乱世之主，希望罗隐回到家乡来。罗隐收到字条以后，当下就表示留在这里，再也不走了。罗隐没有辜负钱镠的期望，对吴越的治理出了很多力，而且为人坦率，发现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一段时间，钱镠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又巧立名目增加赋税，甚至连在西湖上打鱼的也要每天交上几斤鱼，专门取了个税名叫做史宅鱼，交不出还要挨板子，老百姓不胜其苦，怨言百出。刚巧有一天，钱镠拿出一幅盘溪垂钓图，请罗隐来题诗。于是罗隐借题发挥，写道：吕望当年斩妙魔，直钩钓国更何如？莫教生在西湖上，也是虚供史宅鱼。大致的意思是说，就算姜太公来西湖钓鱼，
他也得按照规定每天交鱼纳税。钱镠看了这首诗以后啊，受了很大的启发，索性也就把这种苛捐杂税全部都给免了。晚年的罗隐卧病在床，钱镠亲自来到他的家里看望，并在墙壁上题了2句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代应难继此才。意思是说呀，黄河还能有澄清的日子，可是再想得到像罗隐这样的人才，怕是不容易了。罗隐看了以后感激涕零，当即从床上爬起来，在后面续了2句诗：门外旌旗屯虎豹，壁间章句动风雷，并用红纱覆盖在上面，以示珍重。贯休和尚说钱镠满堂花醉3000克，有一定夸张的程度，但是与此同时也反映了钱镠当时幕府宾客之多。这些人才啊，对两浙的治理和建设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人才的辅佐，吴越国才得以渐渐的繁荣起来。民为社稷之本，土乃百物所生，有土斯有财，无水即无民。这些话都能体现钱镠重视农业的基本思想。而在两浙的建设上，致力于农桑的发展和水土的治理，都是钱镠对两浙地区繁荣做出的重要贡献。唐朝末年啊，由于战火频仍，居民流离，致使钱塘江海棠年久失修，水患频生。在两浙局势渐渐平稳之后，钱镠开始着手修筑瀚海石塘。先是用的板筑法，筑土塘不成，而后呢又改用较为先进的石屯木桩法，编织竹笼，承压巨石，只以大木基叠为堤，塘外再打上大木桩10余行，以此缓解水势。这条瀚海石塘从六合塔一直修到了亘山门，全长338593丈，又造了龙山、浙江2道闸门，遏制江潮入河，海潮倒灌，再把沿江的滩涂地改为良田。除了修筑石塘，钱镠还发动吴越全境，大兴水利。在杭州疏浚西湖设立辽湖军，专门负责西湖的开浚清理，同时整治钱江航道，凿平江中的罗刹石等礁滩，以此利于船只的航行。又对太湖、建湖等水域进行了疏浚治理，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即防洪灌溉于一体。牧民开垦水域周围的荒地，增加了田产，就酌情减免税赋。治理水土，发展农桑，解决了老百姓的根本大事。吴越的粮食丝绸的价格就比较稳定。钱镠自己在家训中提及境内的粮食价格维持在斗米10文。我们在上一集提到扬州城因为兵患，米价一度飙升到50贯1斗，一贯就是1000文钱。扬州被围，1斗米要花费5万文钱，而仅仅一水之隔的吴越，1斗米只要10文钱。对于百姓而言，这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区别。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解决了，社会就会安定，民心就会稳定。不得不说，钱镠对于吴越初期农业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农业上去了，手工业也很快发达起来，因为奖励桑蚕，吴越的丝织业在十国割据政权当中也是发展最快的。瓷器业、商业也相继得以迅速的繁荣。除了这些，钱镠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与日本、新罗、百济、高丽等国遣使往来，互通有无，经贸交易。因此吴越的富庶渐渐胜于东南。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后梁太祖朱温的时候，下诏尊吴越王钱镠为上父，并准许其广建王城。当时有个看风水的术士向钱镠建议说，如果在原址上扩建，国祚只有100年；如果填平西湖再建，可以延长10倍。
钱镠听了以后回答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则无民，哪有1000年的王家呀，有国100年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拒绝了填平西湖兴建王城的建议。这正是牙城旧制拓离帆，留得西湖翠浪翻，有国100年心愿碎，坐无千载是名言。钱镠的亲兵卫队吴永都早年发生过兵变，自那以后，钱镠就提高了警惕性，还给自己制定了几项措施。第一，特制了一只原木小枕，两端缀着小铃铛，每天晚上睡得稍微熟一点，这原木滚动，铃铛就会发出响声，就会把他自己惊醒。钱镠把这个枕头叫做警枕。第二，在床头放一只粉盘，临时想到的事儿随手记在上面，第二天再及时的去处理。第三，每晚安排专人去值班，并吩咐他们但凡有什么急事儿，一定要立即摇铃报警。第四钱镠经常在半夜时分起来，用弹弓扣上铜丸，朝窗外的楼墙射去，用清脆的铜丸声来警告值班站岗的士兵，以便他们提高警惕。这些事儿传到外边以后，那些对两浙虎视眈眈的人就说，吴越国出了一条不睡龙，不好再轻易去搞夜间偷袭了。当时的南方有好几个割据政权，割据时间久了，也就纷纷称帝立国。这些小国家送来龙袍玉册，也来劝说钱镠去称帝。钱镠笑着说，此儿辈自作炉炭之中，又惧无于上也。说这些人是坐在火炉上面而不自知，现在还想把我也拉上去，因此呢，将龙袍玉册却之不纳。在那样一个乱世，别的国家都是玩命发展军事，主张先军路线，而吴越国的国策则大不相同，他们的口号叫保境安民，高筑墙，缓称王，想法让别人不打我们，老百姓呢就可以过太平日子，然后闷声发大财。从钱镠开始，一直到他的孙子钱弘处纳土归宋，始终坚持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除了以上这些，吴越王钱镠到了晚年，在生活上比较注重节俭，他个人的内衣、棉被之类都会掺杂用一些细布，不大用绫罗绸缎。他的王妃吴氏看到他用的帐子破了，就想给他换一顶新的。钱镠说，正想做个榜样，让大家简朴一下，就担心后人们越来越追求奢华呀。这帐子虽然旧了，但还可以避风，换它做什么呢？每逢过年，到了除夕的日子，钱镠也会把子孙们叫过来聚一聚。如果鼓琴娱乐，往往听上几曲就会叫大家停下来，意思意思就得了。时间如果久了，恐怕外边的人们以为我们不理政事，通宵达旦都在饮酒作乐。低调、谨慎、克制，一个国王能做到这样，也实属难得了。钱镠有个姓郑的宠姬，他的父亲在外边胡作非为，犯了事儿，钱镠下令要依法惩治。一些幕僚就劝他，你看他女儿服侍您，就饶了他吧。钱镠对大家说，哪能因为一个女人而搞乱法纪呢？当即就将这个郑姬赶出王府，依法处决了他的父亲。这种带头尊法的举动，自然会让手下的人都很敬佩。也正是由于钱镠的谨慎守业，吴越国从唐末到宋初整整延续了86年。当时的中原朝廷，您如果看过我前面几期视频，在50多年的时间里，历5朝8姓14帝，亡国被弑者占了一大半。这种鲜明的对比也可以看出钱镠在守业上的努力和成效。有关钱镠和他的夫人有一则小故事，说他的夫人有一次回娘家，
去了很长时间都没回来。他和这夫人啊感情很好，想夫人了，想让他回来，就写了一句话。那么后来的苏轼苏东坡到杭州做官的时候啊，老是模仿他这句话，写了很多首诗，可是都觉得不如钱镠的那句话。那么钱镠当时写了怎样一句话呢？我们看据《十国春秋》的记载，写的是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他不像我们现在的人们说老婆赶紧回来吧，一去那么长时间。他说路上的花啊都开了，夫人你回来的路上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一路欣赏好风景，非常富有诗意，以至于苏东坡都很嫉妒，说怎么能写得这么好呢？这就是至情至性的大白话，但也是最难达到的一种境界。那么后唐明宗长兴3年，公元932年的3月，一代英豪吴越王钱镠病逝，终年81岁，在位41年，后人将其安葬在了茅山南麓。在兴建杭州城的时候，钱镠曾意味深长地说，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成，罪我者亦以此成，苟得之于人而损之于己者，吾无愧矣。传奇的吴越王钱镠成就了乱世中的一方乐土，也成就了传奇的钱氏家族。钱氏家族啊，人才辈出，从北宋算起，光是载入史册的就超过1000人。国学大师钱穆，文学大师钱钟书，科学界泰斗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这些照耀古今的名字让钱氏家族熠熠生辉。吴越王钱镠起自农家，洞悉民间疾苦，发迹之后以保境安民为立足点，发展生产，重视文化，注重教育，有很多方面的建树。从主观层面而言，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割据政权的长治久安，而在客观上却也有利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惠泽东南，利在千秋。吴越的发展啊，为后来经济重心南移和江南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为两宋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开拓和奠基做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由他开始的尊奉中原朝廷的既定国策看似软弱，实则利于当时的国家统一，也利于百姓免遭涂炭。作为一代雄藩，吴越英主钱镠的历史功绩啊，应该予以更大程度的肯定，理当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漫聊五代十国的第17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烦请帮忙点赞转发。五代十国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下期不见不散。